我在小区门口卖包子，1块钱一个，薄利多销，图个热闹。怎料有个大妈天天来，边吃着我的包子边吐槽，商家用的都是淋巴肉，黑心烂干。我本来懒得理他，没想到他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市监局直接找上门来，指明我价格太低，扰乱市场，必须整改。行，我改。第2天，包子5块一个，限量100个。大妈看着新价目表，当场就疯了。5块，宋一宁，你是不是穷疯了？一声尖利到几乎要划破耳膜的叫喊，撕裂了清晨的宁静。这声音是那个几乎天天来我这儿占便宜的老妇人李翠花。此刻我的早餐摊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除了那块新换上的价目表。李翠花3步并作2步冲到摊前，枯瘦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上。昨天还1块，今天就5块，你怎么不去抢银行？我垂着眼，慢条斯理的用长夹子给蒸笼翻着边，热气熏得我脸颊有些发烫。你这个黑心烂干的刽子手！我没有看他，甚至没有给他一个字的回复。我的沉默对他来说是火上浇油。他看我无动于衷，怒火攻心，竟然伸出手就要去掀我刚出炉的蒸笼。那里面是今天的第1锅，30个白白胖胖的肉包，是客人们的期待。我眼神一凛，手腕微动，夹着滚烫蒸笼布的长夹子，不偏不倚地挡在他扑过来的手前。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李翠花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乱蹬，2手拍着水泥地，哭天抢地。打人了！卖黑心包子的打人了！周围的邻居和早起的上班族瞬间围了上来，指指点点。宋一宁，你怎么能对李大妈动手呢？她年纪大了。就是啊，有话好好说嘛，涨价也不能这样啊。李翠花见有人帮腔，哭嚎得更起劲了。看就是报复我！前2天举报他家肉不干净，扰乱市场，他这是怀恨在心，故意涨价报复我们整个小区的人啊！他的话很有煽动性，一些原本只是看热闹的邻居脸色也变了。是啊，1块钱的包子谁不爱吃？现在涨到5块，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了。他现在巧妙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民请命却被打击报复的英雄，把我和所有邻居都推到了对立面。但我依旧没有开口解释一个字，我只是默默地从抽屉里拿出几张4纸，用磁吸贴在了小摊的铁皮墙上。那是市监局下发的整改通知书复印件。世界瞬间安静了，围观的人群伸长了脖子，一字一句地读着，脸上的表情从指责到错愕再到恍然。一个相熟的街坊难以置信地问：“李大妈，这上面说的是你举报的？”李翠花的哭声卡在了喉咙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没想到我竟然会把这个贴出来。我是为了大家好，谁知道他家的肉干不干净？人群中传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嗤笑。得了吧，李大妈，你天天吃，比谁都勤快，现在说人家不干净了。李翠花的脸彻底涨成了猪肝色，她从地上爬起来，指着那个说话的人破口大骂：“你算个什么东西，吃里扒外的东西！”就在这时，第1锅包子蒸好了，我揭开蒸笼盖，浓郁的肉香混合着麦香，霸道地冲进每个人的鼻腔。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年轻小伙子挤了进来，看都没看撒泼的李翠花，他直接掏出手机对着我的收款码：“老板，来10个，扫这里。”他的声音清朗，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利落。就冲你这不解释的脾气和这份被逼无奈的涨价，这钱我必须花。说完，他扫码付款，提着打包好的10个包子，转身就走，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李翠花看着他手机上支付成功的界面，那支付50元的字样，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而我只是平静地将包子递给下一位顾客，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坚定。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李翠花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中灰溜溜地败走了，但我知道以她的性格，这是绝不会就这么算了。果然，不到1个小时，更大的麻烦就找上了门。一个身高1.8米，体重估计也有180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冲到我的摊前，是李翠花的儿子赵宇。谁特么的是老板？我没理他，继续给客人打包豆浆。我的无视彻底激怒了他。老子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吗？他怒吼一声，抬脚就狠狠踹在我的小摊桌腿上，一声巨响，整个摊子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桌上的醋渍和辣椒罐都摔在了地上，碎成一片。排队的客人都吓了一跳，纷纷后退。我终于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桌子定制的，1000块，踹坏了，照价赔偿。赵勇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短暂的错愕后，是更加狂暴的怒火。老子今天不光要踹你的桌子，还要砸了你的摊子！你敢欺负我妈，我让你今天做不成生意，马上给我把价格改回去，不然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隔壁干洗店的张姐闻声跑了出来，她平时就最看不惯李翠花母子。赵勇，你一个大男人，要不要脸？张姐叉着腰挡在我身前，滚开，多管闲事！赵勇被戳到痛处，恼羞成怒，伸手就狠狠推了张姐一把。张姐猝不及防，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险些摔倒。就是这一推，彻底点燃了我压抑的怒。我二话不说，转身抄起旁边准备和面用的一大盆凉水，看准了赵勇那张犹豫的脸，毫不犹豫的从头到脚给他浇了个透心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彻底懵了，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冻住的傻子。几秒钟后，他反应过来，挥舞着拳头就要朝我脸上砸过来。周围几个一直在默默围观的男邻居，此时再也看不下去，瞬间围了上来。一个晨练回来的大爷直接抓住了赵勇的手腕。小伙子，动手打人可不是男人该干的事。另一个送孩子上学的父亲也沉着脸站在我旁边。赵勇看着围上来的几个壮年男人，那股嚣张的气焰顿时矮了半截。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就在这时，李翠花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看到自己儿子受了欺负，立刻开启了新一轮的表演。杀人啦！这个黑心的老板要
要用开水烫死我儿子啊！周围的人都皱起了眉头，厌恶地看着这对母子。我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刚才在赵勇踹我桌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按下了录像键。老子今天不光要踹你的桌子，还要砸了你的摊子！滚开，多管闲事！视频的声音和画面清清楚楚，响彻整个巷口。赵勇威胁踹桌子，推搡张姐的每一个细节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围观邻居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地刮在这对母子脸上。赵勇指着我，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李翠花的哭嚎声也戛然而止。我收起手机，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开口：桌子的钱现在赔，不然我们就去派出所，让警察同志看看这段视频，评评理。赵勇最终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情不愿地扫码赔了1000块钱。他和李翠花走的时候，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我知道这梁子算是结死了。当天的生意倒是没受太大影响，甚至因为这2场闹剧，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包子铺，销量还涨了一些。但我心里没有丝毫轻松，这对母子就像潜伏在暗处的毒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窜出来咬我一口。果然，当天晚上新的攻击就来了。这次的战场是小区的业主群，张姐火急火燎地给我发来一连串截图，气的声音都在抖。小宋，你快看群里，李翠花那老东西开始造谣了。我点开截图，一股恶心和愤怒瞬间冲上头顶。李翠花和赵勇在500人的业主大群里对我发起了疯狂的抹黑，他们 P 了几张图，把我的包子和一些烂肉、垃圾桶的图片拼在一起，言之凿凿地说我的包子就是用这些东西做的。赵勇还注册了一个小号，在群里假扮受害者家属。我老婆吃了他家包子，上吐下泻，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李翠花立刻接话：哎呀，我就说他家的肉有问题吧，大家可千万别再吃了。这老板为了钱，什么黑心事都干得出来。群里瞬间炸开了锅，一些不明真相的业主开始恐慌。真的假的？太吓人了吧！怪不得他卖1块钱，原来是用的这种肉。恐慌是会传染的，尽管也有些理智的邻居提出质疑，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恐慌和指责中。我可以接受当面对质的冲突，但我无法忍受这种躲在暗处的污蔑和诽谤。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邻里纠纷，这是在砸我的饭碗，毁我的人生。张姐还在电话里气愤地骂着，让我赶紧去群里解释。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时候，我说任何话都只会被当成苍白的辩解。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我需要的是最有力的回击。我没有回复群里的任何消息，一言不发地退出了微信。紧接着我打开购物软件，在同城闪送里下单了一个最高清的广角监控摄像头。第2天，我的生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往日里排着长队的摊位前，一整个早上都门可罗雀，偶尔有几个不知情的路人想来买，也都被路过的热心邻居劝走了。别买这家，吃坏肚子。我把新买的高清摄像头牢牢地固定在了摊位上方的雨棚支架上，正对着我的整个操作台，从和面盆到切菜板再到蒸笼，每一个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我拿出手机，支上3脚架，放在了摊位的另一个角落。我打开了直播软件，我没有去辩解，没有去哭诉，我只是把我的工作，我包子的诞生过程，最真实、最赤裸的展现在所有人面前。事实永远比语言更有力量。直播间的人数一开始只有个位数，他们大概是误入的路人，好奇地看着一个穿着围裙的人沉默地做着包子。渐渐的，弹幕多了起来。这厨房也太干净了吧，比我家都干净。这肉的颜色好新鲜啊，老板刀工真利落。等等，这个镜头角度是在自证清白。不知道是谁把我的直播间链接转发到了小区的业主群里。原本正在热火朝天讨论黑心包子的群聊，瞬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断层。我的直播间人数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几乎整个小区的业主都涌了进来。李翠花和赵勇显然也看到，他们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在群里疯狂刷屏。假的，都是演的，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就是谁知道他摄像头后面是什么样，作秀给谁看呢？大家别信，他就是个骗子。业主们不是傻子，操作台的洁净程度、食材的新鲜度，还有我行云流水般熟练的操作，都不是能演出来的。更何况我还将所有食材的进货单据在直播中一一展示。此时，一个一直在看直播的邻居在群里发了一句话：我刚放大了看了，那猪肉上面盖的章是咱们市最大屠宰场的检疫章，日期就是昨天，这做不了假。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群里的风向瞬间逆转。我就说嘛，宋玉宁不像那种人。李翠花母子也太恶毒了吧！P 图造谣，这是犯法的。心疼老板被这么欺负，还在默默地做包子。看着直播间里不断滚动的支持弹幕和群里开始反戈一击的言论，我紧绷了一天的心终于有了一丝松动。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到镜头前，这是我开播以来第一次开口。欢迎随时带市监局的工作人员来我的摊位进行突击抽检。对于所有在网络上传播不实图片、造谣诽谤的人，我已经将全部聊天记录截图，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这番强硬的表态，彻底点燃了直播间的气氛。老板霸气，支持维权，必须让造谣的付出代价。就冲这股劲儿，这包子我买定了。我知道
这只是第一回合的胜利，那对母子绝不会善罢甘休。当天，我的包子在开播1个小时后再次被抢购一空，很多都是看了直播特意赶来的邻居，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的支持，甚至这场小小的直播闹剧还意外地吸引了一位同城美食博主的注意，他在直播间刷了个小礼物并附言：老板，你的故事很有趣，包子看起来更棒，明天我来探店，不介意吧？而业主群里，李翠花还在气急败坏地辱骂所有帮我说话的人，言辞污秽不堪，最终忍无可忍的群主直接将他和赵勇的小号都踢出了群聊。可没想到第3天夜里凌晨2点，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移动侦测的报警推送，我瞬间清醒，心脏提到了嗓子眼。我点开实时监控画面，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摊位前，是李翠花。她左右张望，确认四下无人后，从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滴溜出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桶。借着昏暗的路灯，我能看到桶里装着的是令人作呕的馊水，里面还混杂着烂菜叶和不明的秽物。监控画面里，李翠花拧开了我放在摊位上的面粉桶，将那满满一桶馊水毫不犹豫地倒了进去。我让你猖狂，敢和我叫板，我让你明天身败名裂。他又拿出几只死老鼠，扔进了我的调料箱和准备第2天用的肉馅。我看着他完成了这一切后，又鬼鬼祟祟地离开。但我不仅没有立刻冲下楼，也没有报警，我只是默默地将这段长达10分钟的高清视频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备份了好几份。你不是喜欢玩阴的吗？那我就让你在最风光的时候被自己的阴毒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第2天，我照常出摊，美食博主大卫阿力如约而至。他带着专业的拍摄设备，一开播就吸引了上万名观众，许多邻居和粉丝也闻讯而来。我的小摊前前所未有的热闹，在所有人充满期待的目光中，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大家大跌眼镜。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那桶被污染过的面粉、还有肉馅、调料等所有食材全部搬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旁边的垃圾车。宋玉宁，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多东西都不要了？所有人都看着我，满脸不解。我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对着大家，也对着直播镜头说：不好意思各位，昨晚没保存好，感觉食材有点不新鲜了。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可能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要用新备的料重新做。我的话让现场和直播间的观众都愣住，随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老板有原则，佩服。就冲这份责任心，5块钱一个包子，值。美食博主也对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兄弟们，什么叫匠心？这就叫匠心，哪怕是亏本，也绝不让顾客吃到有问题的食物。我没有解释太多，只是转身从里屋拿出了我备用的完好无损的食材，重新开始制作。而我手机里存着的那段视频，正像一颗等待引爆的炸弹，静静地倒数着时间。李翠花，别心急，你的公开处刑马上就要开始了。新的包子很快就出炉了，美食博主阿力一口咬下去，眼睛瞬间就亮了。他对着镜头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哇，兄弟们，这个包子皮薄馅大，满口流油，肉馅紧实弹牙，带着一股浓浓的酱香，面皮又特别有嚼劲，吸收了汤汁之后简直绝了。他的赞美毫不吝啬，直播间的弹幕也彻底疯了。看阿丽吃的样子，我都饿了，口水已经流了一地。地址在哪里？我现在就打车过去。现场的顾客们也纷纷附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表情。而就在这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一个不和谐的尖叫声再次划破了长空。不能吃，他的包子有毒，会吃死人的。李翠花披头散发地冲了过来，她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顾客，指着我的摊位，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我亲眼看见他用死老鼠肉做馅，你们都会被毒死的。直播间的弹幕也瞬间停滞，所有人都被这恶毒的指控镇住。李翠花看着自己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脸上露出得意疯狂的笑容。她以为只要自己闹得够大，谎话说得够真，就能毁了我。然而她看到的却是我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的脸。我甚至还对着她微微勾起了唇角，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怜悯。李大妈，你说完了吗？不等她回答，我拿出手机，连接上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便携投影。我将投影仪对准了身后干净的白色墙壁。终于来了，这出好戏有了你才能开始啊！一段高清的视频被清晰地投射在了墙上，正是昨天晚上的监控画面。视频里李翠花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现场和直播间彻底炸裂了。我的天啊，这老太婆也太恶毒了吧！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简直是丧尽天良。幸亏老板扔了，不然我们今天吃的……美食博主阿力也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举着手机，将这冲击性的一幕完完整整地直播给了数十万观众。李翠花彻底傻了，她终于反应过来，开始语无伦次的否认。在铁证如山面前，她所有的辩解都像一个无耻的笑话。视频事件在本地论坛和短视频平台发酵，很快就传到了赵勇领导的耳朵。他很快丢了工作，断了唯一的收入来源，这让他对李翠花的怨恨达到了顶点。那天我路过他们家楼下，听到了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争吵声。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害死我了！我工作都丢了，我让你去给我出气，不是让你去干这种下三滥的事。现在好了，全小区的人都看我笑话，我以后怎么做人？赵勇的咆哮夹杂着李翠花委屈的哭喊。我也是为了你啊！我想让他把包子降回1块钱，你就能天天吃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包子这2个字。赵勇像躲避瘟疫一样逃离了这个家，只剩下李翠花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出来怨毒的诅咒。宋玉宁，都是你害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包子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开始专注我的事业，把那对母子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清理了出去。我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但我还是低估了一个人走投无路时的疯狂。李翠花在被儿子抛弃、被邻里孤立之后，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崩溃。她把所有的人生失败都归咎于我。
于是他想到了最后一招，也是最无耻的一招——碰瓷。那天是周末，我的摊位前人最多，忙得我几乎脚不沾地。李翠花算准了这个时机，她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头发凌乱，脸色蜡黄，看起来确实有几分可怜。她低着头，从人群的外围一步步向我的摊位挪动。在距离摊位还有2-3米的时候，她突然脚下一滑，直挺挺的就朝着我的摊位角落撞了过来。一声凄惨的叫声，她顺势倒地，双手抱着腰，开始在地上痛苦的翻滚哀嚎。我的腰断了！你撞了我，你的摊子撞到我了。他以为只要他躺在这里，我就百口莫辩，只能认栽。周围的客人都被这突发状况吓到，纷纷围了上来。哎呦，这不是李大妈吗？这是怎么了？还能起来吗？没事吧？哎呦，谁快去叫李大妈儿子来啊！不行，送医院。我只是静静的看着他表演，因为我的第2个摄像头那个广角镜头正对着我整个摊位的范围。我没理会地上哀嚎的李翠花，而是拿出手机调出刚才那段视频。我没有当众播放，那只会让他更加疯癫。我把视频默默的发给了张姐，还有几个住在附近相熟的邻居。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真相会比我亲自下场撕扯更有力量。视频在几个邻居的手机间无声地传递着，每一个看过视频的人脸上都露出了难以言喻的混合着鄙夷和厌恶的表情。李翠花还在地上卖力地哭嚎，试图博取同情。我的老命哟，没天理了啊！撞了人还不承认，大家给我评评理啊！终于，一个刚看完视频的大爷忍不住开口：“李大妈，别演了！”另一个阿姨也跟着喊道：“我们都看到视频了，你自己助跑撞上来的，离人家小宋还有2米远呢。”是啊，演的也太假了。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周围的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揭穿着他的谎。他想从地上一跃而起，像往常一样撒泼对骂，但这一次因为情绪太过激动，加上躺了太久，他腿一软，竟然真的没站稳，身体一软，重重的摔了回去。只听一声轻响，这一次是撕心裂肺的真疼，他抱着脚踝，发出了真正痛苦的惨叫。你们这群丧良心的，见死不救啊！碰瓷不成，反倒真把脚给崴了。这戏剧性的一幕让周围的人都看呆了，随即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哄笑。赵勇是被邻居打电话叫来的，他冲进人群，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他的母亲躺在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嘲笑和指指点点。那一刻，赵勇的脸上羞愤欲绝，他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没敢看我一眼。他只是用尽全力背起还在哼唧的李翠花，狼狈不堪地挤出了人群。看着他们消失在巷口，我还不知道这场由一个包子引发的闹剧还没有结束。李翠花母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过。听说赵勇带着他妈搬去了别的城市，再也没脸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了他们的骚扰，我的生活回归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专注，而我的包子铺却因为这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彻底火了。在张姐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用积攒下来的钱租下了隔壁那个一直空着的小店面。张姐常常端着一杯豆浆坐在我的店里，看着我忙碌的身影，由衷的为我高兴。小宋，你真是好样的，把一场烂事活生生变成了一件大好事。我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我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亲手把一场灭顶的危机扭转成了我事业起飞的转机。除了招牌的酱肉大包，我还增加了豆浆、油条、小馄饨等好几个品类，每一样我都坚持用最好的食材、最用心的态度去做。就在我以为李翠花这个名字将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时，一个荒唐的消息传了回来：一个老邻居去外地探亲，竟然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农贸市场里再次看到了李翠花，她也在卖包子。听说李翠花看着你的生意红火，嫉妒的眼睛都红了，于是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翠花让赵勇也给他买了一套设备，就在我对面那条马路的拐角处也支起了一个小摊。他拙劣地模仿着我的一切，同样是卖酱肉包，他把价格定在4块5，试图用这5毛钱的差价来撬走我的顾客。可惜模仿终究只能学到皮毛。李翠花为了压缩成本，用的是最便宜的冷冻肉和陈年面粉，卫生条件更是堪忧，操作台上总是油腻腻的一片。有好奇的顾客尝过一次，回来后都直摇头。那包子一股子腥味，面皮也是死的，跟宋老板的完全不能比。李翠花的包子摊只支撑了不到1个月，就彻底倒闭了，包子卖不出去，食材全部发馊坏掉，让他亏了一大笔钱。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后厨研究新的馅料，我只是愣了一下，随即就笑了。我懒得再理会他的任何消息，继续专注于我的事业。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核对账目，一个疯癫的身影冲了进来，是李翠花。她比上次见到时更加苍老和憔悴，眼神浑浊而疯狂。她没有道歉，没有求饶，她冲到我面前，用尽全身力气，用最恶毒、最污秽的语言咒骂着我。宋玉宁，你不得好死！都是你，是你毁了我的人生，毁了我儿子！我诅咒你，我诅咒你的店明天就倒闭，诅咒你出门被车撞死！店里的客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几个店员想上前拉开他，但我却抬手阻止了他们。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等他骂累了，声音嘶哑了，我才缓缓开口：李大妈，你的面子是你自己丢的，你的儿子是你自己惯坏的，你的路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绝的，这一切与我无关。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回到了柜台后面，继续整理我的账本。最终，闻讯赶来的赵勇强行将他从店里拖了出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阳光正好，我抬起头，看到店门口排队的人群中有孩子天真的笑脸。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是食物的香气和人间烟火的温暖，一切都过去了。